大家好，欢迎来到红墙观察，我是美玲。中共多年来一直高调宣称所谓的科技大国，并且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在航天方面，但是呢，却屡屡传出火箭坠落的消息。但是2026年的1月份刚一开年，就在同一天发生2次火箭发射失败事件，就足以震惊国人与世界。那么更加炸裂的是呢，中国西北的某家废品收购站近日竟然连收4枚坠落的火箭残骸。以前呢还以为是收购2手火箭是个玩笑，可没想到却是真的。3、2、1，点火！1月17号，中国接连发生2次火箭发射失败事件，先是搭载实践32号卫星的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发射失败。而后呢，是由中国民营的谷神星2号火箭首次飞行试验，也上演了空中大礼花的完美坠地。这是谷神星2号火箭空中爆炸的瞬间。据悉，长征3号乙火箭是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一研究院研发的，也是中共发射高轨道卫星的主力运载火箭。根据介绍呢，火箭发射失败的原因出在第3级的火箭，而第3级火箭的核心作用是把卫星精准送进了预定的轨道。那么第3级火箭出问题的原因呢，可能和发动机燃料供应、热防护和姿态控制系统等多个环节有关。这还没完呢，17号这天，谷神星2号民营商业运载火箭同样发射失败。据悉呢，17号中午的12时8分，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升空，但火箭飞行阶段就突然间出现异常，导致谷神星2号首飞就失败了。不到1天的时间，甚至不到12个小时，2起火箭卫星发射失利。谷神星2号是民营火箭首次发射失利，我能理解。但是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它几乎就没有出过错，上一次发射失利还是在1996年。我查了一下，在过去的3年，火箭发射失利一共发生了6起左右，平均1年2起。而今年1月刚过半就发生2起，还是在航天这个话题热度这么高的这个阶段。所以这个世界有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就是特别巧的，我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巨大的信息茧房里面。而这却并不是中共在2026年仅有的一次蹩脚大礼花。中国官媒有模有样的报道称呢，1月13号22时16分，中共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在山西省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点火起飞，并且呢将遥感50号零一星送入了预定的轨道。看似呢，台面上是一切都正常。该中共官方视频字幕也显示，发射任务取得圆满的成功。但据自媒体昨天发文披露说呢，在1月13号晚间，伴随着3声巨响，中共用来发射卫星的长征6号火箭残骸，竟然掉落到宁夏盐池县花马池镇柳阳堡村。村民说呀，火箭残骸掉落的地方离最近的村民住宅只有100米远。哎呀，这些可咋听着？火箭吗？谁知道这是啥东西？火箭啊？他这个预定这个着落轨道可能弄错了。卫星发射中心昨天晚上发射中心发射的预计丢到沙甸子和1楼1楼外面一带，结果丢这样破了。宁夏网友4季余前发视频披露说呢，火箭助推器分离后预计是降落到盐池县的柳阳堡沙子边，结果呢落在柳阳堡村的不远处，后来被回收了。网友跟帖说，他们不怕砸死人。那么有人表示呢，原来昨晚13号咚的一声是这个呀，吓死人了。还有居民拍到了火箭在黑夜里起火燃烧的画面。文章中披露，虽然中共说已经疏散了附近的村民，但从视频中呢，我们可以发现火箭残骸掉落的地点附近还有村民在活动。有些百姓对残骸掉落的事呢根本就不知情，而中共纷纷庆祝火箭发射成功。
却对火箭残骸砸到村子里的事儿呢，却是只字不提。相关视频呢也被删了。有人表示，内蒙古乌兰察布也听到了巨响。也有人说呢，我说昨天晚上啥声？我还以为地震了咋了？有知情网友披露说，这次火箭残骸掉在宁夏盐池县、陕西的定边和内蒙古，而盐池县、定边县和内蒙古乌托克前旗在地理位置上都是紧密相邻的。内蒙古境内当地的政府还派人把坠落在该地区的火箭残骸用布给盖住。网友调侃说，他们怕看。视频显示，附近还有不少民房。内蒙古网友东堂二把手发文证实说呢，昨天可把我吓一跳。也有人说，差点落到人家院子里。好巧不巧，这次火箭残骸坠落在宁夏和陕西境内，恰恰是中国西北地区。2026年1月21号，网上流传一则让人感到炸裂的视频。中国西北某废品收购站收了4个坠毁的火箭。你们收的啥？你看我收的啥？我全干大的，干几个火箭，收了4个火箭，有人敢收吧？在摊里面。有网友调侃，以前以为收购2手火箭是个玩笑，却没想到竟是真的。而这也从侧面证明了火箭发射失败的次数实在是太多了。马斯克收圆火箭，哥们儿你收扁火箭，马斯克第一，你第二，都是做火箭回收的老板。那么也有人表示呢，直接卖破烂了，不研究下哪里出的问题？毕竟人们在认知里，火箭发射失败要把残骸运回去研究原因，怎么能随随便便的就当废品给卖了呢？中共在2026年的开年就给大家上演了这么大的惊喜，而2025年年末，中共也是惊喜不断。据中共党媒的报道表示，2025年的12月23号，长征12号甲遥1运载火箭在甘肃省酒泉市东风商业航天试验区发射，并且说呢，火箭2子级进入了预定轨道。但原设计能重复使用的1级火箭却在着陆段点火后发生异常情况，没能实现软着陆，残骸在甘肃省民勤回收厂边缘坠毁了。根据初步的分析呢，这次事故可能和发动机推动调节异常或者是姿态控制出现故障有关。而这也是中共在2025年的12月第2次尝试回收轨道级助推器失败的记录。尽管呢没有达成关键的目标，但中共依然宣称这次飞行试验任务基本成功，还强调呢试验取得了宝贵的数据，但却闭口不提回收失败的细节。2025年的12月3号，蓝箭航天朱雀3号遥1运载火箭发射升空，火箭2级也进入了预定的轨道。但是呢，同步进行的火箭1级回收验证却在过程中出现了异常燃烧，没能在回收厂完成软着陆，最终呢，火箭回收试验宣告失败。尽管如此，但中共依然是大言不惭地把这次失败回收包装成了所谓的阶段性成果。那么更让人感到难以置信的是，2025年年末，多名中国航天从业者向海外的中文媒体披露说，火箭发射频繁出事以后呢，中共军方内部有人把火箭发射频频失败的原因呢，归结成了未按照旧例请风水师评估。
在习近平上台前，每次火箭发射前都会请风水师到场举行一个简短仪式，并且点香，查看位置，调整设备的摆放。有知情人士说呢，1996年中共长征3号乙火箭在发射前，风水师说见到血光进行劝阻，但中共官方不听，一定要发射，结果却发生了严重的事故。看来呢，嘴上高喊着唯物论的中共，骨子里还是很在意风水师的意见的。那么为什么中共执意要进行火箭回收的技术试验呢？因为可回收火箭技术被看作是实现高频发射、部署大规模卫星星座以及降低发射成本的关键。外界认为，北京当局竞相研发可重复使用的火箭，就是为了支撑大规模的卫星星座计划，从而呢想对抗马斯克的 SpaceX 的星链系统。中共推动千帆计划，打算在2030年后部署15000颗卫星。但是呢，在现实面前，中共的技术短板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沈明世指出，可重复使用火箭的难度非常之高，因为这涉及到了发动机精准的点火、姿态控制以及材料耐久性等多项的核心技术。而且呢，有航天专家表示，即使火箭回收成功了，也不等于是中共真正实现了火箭可重复使用，因为那些被回收后的火箭仍然必须要有高效和快速的舰体结构健康检测技术，而且呢，还要对燃料箱、发动机、结构成立件以及热防护系统都要进行全面的评估，以便确认是否满足再次发射的需求条件。现在真正掌握并且规模化应用可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应该只有美国。而马斯克的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早在2015年就成功回收了猎鹰9号火箭1级助推器，现在呢更是逐渐实现了商业化的常态运行。沈明世指出，中共在这项关键的技术上整体落后于美国至少是大约10年的时间。那么如果把它细分在不同的科技的领域，恐怕落后美国的程度可能不止10年的时间。难怪有人要对那些买了航天股的网友喊话，买航天的朋友们稳住。好的，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点燃希望，为正义发声。感谢您关注红墙观察节目，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我是美玲，我们下期节目再见。